可以了吧？天天，嗨 ，Hello， 露露 ，Hello， 嘿，别，这声招呼打的，怎么听说你当伴郎？伴郎去了？对呀，你是伴郎的吗？你们年纪比我们大的都结婚了，要我们这些小的怎么办？嗨，年纪小的慢慢来，慢慢发展啊。所以最近两位都在干什么呢？在干活儿。你还在组里吗？在呀。你还没杀青吗？没有，早杀青了，在新的组。辛苦了。你旁边是不是有人在拿着那个直播间看回放的？我没有，还有回事啊？我回放吗？对，就你。我吗？就星星。丹丹。只有我一个人。你别吓我。但是你怎么有回声啊？我不知道啊，我的手机。你好像开变声器了。变声器我都没动过哎。怎么会有回声啊？真的是我吗？哎，现在这好一点了。是因为我放歌了吗？现在好一点了。我去把那个关了，看看。谁那有风声啊？感觉像在外面直播呢。不可能，我们在室内。等一下，吓我！真的吗？等一下，我把我的空调关了吧，他们都在说我这里有风的声音。哦，是你那里有风声啊？真的？我还在想呢，我说哪来的风声？这么大吗？这是我家的中央空调。你好舒服啊，在家吹的。啊？你俩一个有风声，一个有回声，你俩是啥情况？这是？这样没风了吧？就是为什么星星说话一定会有回声啊？现在也有吗？有哎，是我这个是我有问题吗？是我的问题吗？那近一点就好了，离得近就好了。现在好了。他就想让你贴脸，星星，他就得贴脸，不贴脸看不见。对啊，他就想让你凑近一点。来啊，那我就来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感了。仪式感。对，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开机那天你们的家人们送的一个开机板，视频这里都很美，开机大吉，对，正好呢，那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时光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是要不女士优先，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自己跟自己的人物吧。Hello， 大家，我是石瑶，好正经啊！瑶妹儿，好，我是瑶妹。瑶妹儿，甜妹儿，小妹儿。那另外一位呢？大家好，我是戈嘉林，我叫戈嘉林，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来我们的小时光的剧宣直播间。你就不怕一会儿带你的标签就是变成了戈嘉林吗？没事儿，俺愿意。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戏其实已经拍完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们如果现在的一个回忆里的话，你们觉得咱们刚过年拍这个戏里，这个石瑶跟林家哥跟你们自己过往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不同？我先来，我觉得肯定会很不一样，因为我拍的现在戏少嘛，然后这个角色是我第一个，就是跟我本人很像，但是又很有年长感的一个角色，就是很 B King。其实我一开始没理解，这个 B King 到底是啥意思，然后他们跟我说就是装。对。就我一开始还说 B King 是一个什么高级的词汇，他跟我说其实就是装的意思。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那跟我本人像吗？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你不装吧，但你就是那种酷帅帅的、干干的，但是又很二，你知道吧？你其实是个很二的人。啥意思？说我很二？你不觉得他很二吗？就是他有时候那些点，我今天看到那个。说导演哪有这么教人的？就是那个廉价的笑，不值钱的笑。说我记得吗？应该是第一天的时候。对，我们在现场笑的不值钱。对，因为他笑得很甜，而且他第一天开机跟星星，就刚开始拍的时候，真的笑得很不值钱，每天就是咧着嘴笑。
就是很简单、很纯粹、很快乐的谈恋爱嘛，对，就两个人。所以星星，你眼里你觉得天翔跟林家哥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或者说在你的眼里他们俩的感觉？哎，你看他会觉得他这次像哥哥还是弟弟？今天还是哥哥呢，今天还是最照顾人的，对吧？他是我们这里就是最年长感的一个人。啥意思？就把自己给摘出去了？何以为？陆导今年18岁了吗？刚成年。刚成年。对，就要喊一声哥哥的感觉。陆哥哥。我今天看到你的直播好，我说哎呦，好有活力啊！我就是，哎呀，不行。我每天看他那个抖音，就跟发那个朋友圈一样，就自己出去玩就一定要拍条抖音，给我羡慕坏了。不是，因为现在就是随时随地大小发嘛，我觉得有时候发着玩其实也挺解压的，说实话。你的账号你做主你发呗。对，我为此我还开了小号乱发。还没刷到过啊？没事，你有一天会刷到辣眼睛。干啥了？你们发啥了？辣眼睛？下次你看到你自己在我这里的一些片段，你就辣到你自己了。会读吗？没事，我们交给星星，星星还没说呢。对，星星还没介绍。瑶妹儿，你自己觉得跟你本人的感觉，介绍一下石瑶。因为我之前没有演过，这种校园的谈恋爱，所以还是调整一下状态。就是我觉得也跟我本人是像的，就每天听着谈恋爱的音乐，我感觉。因为我觉得你很少女的一个点是你经常会带着一个有线耳机，然后甚至都不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古朴的，带一个有线的耳机，然后在那边很沉静的听歌。因为我的有线的耳机都丢了。你自己很爱丢。对，我有线的尽丢一点，不是那么的贵。那你比如说你在拍咱们小时光的时候，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的耳机里的歌吗？我脑子都是那首歌，就是那个你抖床单的那场戏，你就一直放那首歌。不是，主要星星拍这个戏的时候，他从第一天开始，我见到他，我本来以为就是我看他很像嘛，就是很甜，然后他一说他一直在树立自己的信念感，我说为啥？他说因为太甜了。他说因为太甜了。他说这个瑶妹跟他说反差在于哪？反差在于瑶妹太甜了。他说一定要自己甜一点。他每天都在那给自己信念感。他说哎呀，我要瑶妹，我是瑶妹。但是你就这样，从你的视角里，你觉得星星跟石瑶有什么共同点或者不同点吗？其实我觉得他跟石瑶很像，就是他们都很可爱，就是性格上，但是他可能会比他跟瑶妹很像的一点，还有是他长了张嘴，不少直接说了，就他有啥说啥，星星特别的直爽，对，有啥他就说啥，特别大方直爽，就有啥说啥。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最多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像个姐姐，但是石瑶是个妹妹，对，他就是给自己树立这样的信念感。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像姐姐呀？因为演姐姐演多了吧，也不是就是年纪成熟一点的角色多吧。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们不管拍的时候还是剪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有感觉的点就是你们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叫不结果的反义词叫啥来着？就是你是哥哥，他是妹妹的那种感觉会很强。结果的反义词狗。不对，很难想。对，就是你是他，你年纪比他，因为你是学长嘛，其实他是学长学妹的那个感觉很强。然后我自己的视角里，我觉得就是星星是一个很长嘴的人，而且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愿意给大家情绪价值的人。就是对吧？咱们熬的都迷瞪了，然后他能吃苦，真的超级能吃苦。对，每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有客观因素在，然后我们这个戏确实还是挺累的。
跟秋刀路没有关系啊，跟秋导一点关系没有。秋刀路的组一点都不好哈。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啊？哎呀，现在今天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啊？今天属于你。然后我看过一个版本了。只有我，全网只有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现在你私下不是问过了吗？那你要我把私下的答案说出来吗？那不。反正我觉得说回这个组里，我们组就是欣欣这点让我觉得非常佩服，因为他真的就是我们都很累了情况下，他永远会第一个站出来说来吧，我可以，加油，可以。对，然后上一秒他还披着他那个粉红色战袍就。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我们拍那个第一集，其实那会儿大家都已经就是有点累透了，对，就已经有点迷糊了。然后欣欣我们坐在那个监视器前，就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可能离现场比较近，然后他裹他那粉红被子，然后跟着在那打土，我好像都听见呼噜声了。怎么可能？然后反正就是他一直在那歇着，然后那个时候天还没有那么热，然后他就是我当时还在打盹呢，我在犯迷糊呢，我就感觉现场啊，就其实还要准备一会儿，他立马来了一句：“来吧。”加油！对，当时我一下我就醒了。怎么做到前后秒就是很快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调整的？我感觉你真的还蛮牛逼的，确实挺厉害。就是先宕机，让自己什么都不想，然后就突然间再给劲，就是得发个力。但那段时间其实大家都挺辛苦的，因为时间要来回协调嘛，大家一起在熬。我特别记得我早上跟天天，我们两个人做了彼此那个妆。我说了一句，我说天天，我觉得你老了。不是主要，其实就是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大家有时候犯困啊，但是真的很开心，因为这个戏就大家真的就是在一起努力的做好，然后再开心。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大家都是一股劲儿在想着去把它做好，就是没有人说我要泄气，或者是说我要随意去对待这个戏，我觉得这点是还蛮感人。对，我们那天而且欣欣。对吧？对，很有安全感，真的很有安全感。就是整个组再怎么样，欣欣永远是就是加油，情绪非常的昂扬。我说这个人跟不用睡觉一样，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大家真的蛮拼的，一起就是没有人就是累了也会一起使劲儿。对，而且很难得，是因为我们刚过完年就进组了，然后没有一个人是胖的，对吧？就你们的，就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你两个是过年在家都没有不敢放开吃是吗？过年在干活。我是回家还是稍微控制了一点。说到那一场戏，就是咱们拍1-2的那场戏嘛。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说星星嘛，那说回你吧，因为我是拍完了之后我才知道你被小猫咪咬了那么一下。对，但是你没说，其实你都没说，我们后面才就是别人说了才知道，所以我实话那天确实是太困了，我都忘记猫咬我了啊！我觉得天天应该是先都特别的困，就咬了先反应一下，我好像是被咬了，然后继续又困了。对，我当时看了的时候，我说怎么感觉哪里痛痛的，我看一眼，好像被猫咬了，我才找回那个记忆。我能想象，咬完了你都忘了，笑都是没有劲儿的那个，就是用力在笑，没事儿。他还挺开心。打了3针屁股针了吗？他不是打胳膊，他打屁股针还是打胳膊针啊？我记得你跟我说很痛。你去打针了？我都不知道哎。他打了，就是咱们转场的时候转场的抽空去打的。哦，天哪！好，那我来问一个小流程吧。我今天问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因为我想，有一个点啊，围绕戏展开，以下问题为备选。不是，我们可以聊聊戏，因为我确实看了
陆导给我发了蛮多片段的，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点，我到时候一定要跟观众们去求证一下。关于他说我洗澡期那8块腹肌，我说那是我的小肚子，他非说是我的腹肌，我说不可能。不是，我们都认真求证了，我们还拿给了健身教练去看。然后健身教练说这一看就是训练的痕迹啊，这个腹肌这咋的，这怎么叫小肚子呢？然后我们就在说要给他液化一下嘛，然后教练说他这个腹肌你还要怎么液化？什么叫液化呀？液化就是它是一个瘦脸的一个说法，就是电脑，但电脑上不叫瘦脸嘛，它就是那种液化功能，就推啊什么的那种。哦，你真没有腹肌吗？那个真是腹肌。哎，星星你不是有发言权吗？啊，我怎么有发言权？不是你没看到吗？我没看到，我没注意。那你怎么耳朵红了一下子？别管，你不是跑到现场看去了吗？你给我留一点面子嘛。那你说嘛，到底是腹肌还是肚子？我跟你说，这个直播开的我现在一直在流汗，我身体都压不住了。在我们这就是瑶妹儿，就属于是就是瑶妹儿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就回答不出来了。那我看了，其实我有发言权啊，就是因为我确实陆导偷偷给我透露了几个片段，所以我现在想知道陆导你最喜欢哪个片段，提前透露一下。我最喜欢哪个片段？我有很多个啊，但是因为它有很心动的，有很感动的，有什么嘛？然后我现在脑子里确实能想到的第一个片段应该是瑶妹儿喝了一点小酒，然后强制爱了你一下，就是在床上，然后他说你刚刚想吻我是吧？然后你还不知道咋回的时候，度亲了上去的那个片段，我觉得很勇。但是我想起来，你给我看了这个片段了，就是确实还就是我觉得很神奇，那个氛围感很神奇。那是第一天拍的哎，我想问一下，那第一天拍吻戏，你俩那场戏到底怎么想的？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什么感觉？对。啊，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星星第一天，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第一天的状态。他拍这场戏的时候红温了。我们说他真喝酒，我们说就是这个好演员嘛，一般都是可能要拍这种相似类型的场次的时候，比如喝醉酒啊，就会自己喝点。我们说他绝对喝了点。那你喝了吗？我没有。有那场戏了，你记得吗？我说今天哪有吻戏啊？我那个就被扔到了床上去演。我的妈呀！那你现在想起来了吗？就是第一天那个礼物留白，然后我知道拍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天有吻戏，拍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说他绝对喝了点。然后他翔仔不在的时候，他要拍吻戏了。完了，一点面子不给留啊！这个可咋办啊？没有啊，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拍到那会儿已经8点半了，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吃不吃饭嘛，然后我们就说要不先亲再吃吧。对，我说亲完再吃吧。对的，我觉得我跟欣欣一定要控诉一下陆导。我俩有一个那个在床单上拍的那场戏，我俩肚子对着叫了好久，叫了快1个小时。我真的，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有点饿了，我早上没吃饭，我有点饿了，我那个肚子在叫，我本来就是我很尴尬，因为我肚子一直在响，直到欣欣她的肚子也开始响。还就着你的音乐，你知道吗？因为那场戏是个氛围感的戏，大家可以去到时候去那个剧里去看一下，是我们那场戏还亲了蛮久的。我还没，我特意没说，你给人不能说的嘛，这个不是给大家留点悬念吗？那他其实悬念还蛮强的，因为那场戏好像亲完你洗了好多次澡。
你说的太直白，大家到时候就一看到我们这个氛围感画面，大家都在想的是我跟星星，我俩肚子对着叫，所以你留点悬念。两人拍到饿了，其实对，因为接吻它也是一个体力活，它会消耗体能，所以它会比较饿。好，我们讲正经的剧好了，情。就聊点其他的吧。那来吧，你印象最深刻的哪场戏？瑶妹儿先说还是歌嘉玲先说？瑶妹儿先说吧。哪场戏吗？有很多场呢，你可以想到哪一个？我就觉得那段时间过得很快乐。拍的话，我觉得，其实烧烤摊有一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不是烧烤摊，是那个麻辣烫。之后后面我们拍的都是两个人已经心意有点互通了，但是又没有捅破那个窗户纸。然后就是汤吃那个丸子也掉下来那一段，就是演的时候就真的很不好意思。你是手一直你手还在那边有点抖，然后不是还有一个丸子掉了下来吗？对，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它不像就是那么复杂的情境，就是两个简简单单的人。就简简单单的互相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很细节的那个点，我就觉得，就像我觉得今天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为什么觉得校园时期的爱情那么的让人觉得美好、深刻，觉得美好，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很纯粹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它不像我们成年人。就是要考虑的东西那么多，他就是纯粹的喜欢。我觉得他是生理性喜欢跟生理性喜欢高度统一的一个阶段，就是会非常的不好意思，之后可能一点点就是擦肩而过就会不好意思，就会觉得两个人的磁场在一起。所以你对我们翔仔是会不好意思的吗？翔仔就是大家别啊，别给我挖坑。要去看腹肌了，我肯定有花絮，我跟你说。真的，我一直在出汗，陆导，你可别管了，陆导这个嘴啊，可拦不住啊。太吓人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没事，我其实印象挺深的，还挺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剧啊，它因为它是校园时期的恋爱嘛，它其实就是会有一点点的酸涩，加上一点点那种，就是它其实没有像那种成年人的拉扯，它反而是这种青春校园里的拉扯，就它很纯粹，就会让人觉得就有点，反正我看了一些片段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在有一点就是很撩人的心，你知道吧？就感觉有点怎么回事，这俩人怎么会这样？就反正就有这种想法。然后我觉得很多场戏其实包括在校园里的呀，然后我第一次见面那场戏也还挺深的，就是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下水那场是吗？对，就是我俩在那个咖啡店门口撞见那一场，我对那场还挺深的，因为那场其实星星的那个装扮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红围巾，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对，就像个小太阳一样，就直接就在那个雪地里窜。其实星星拍那场戏的时候，我是在那个咖啡店里边，我能透过窗去看到他在那个雪地里走的样子，就在那个雪景里确实很好看。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最大好处就是我觉得它很甜，它真的很甜，因为我看了很多片段，我觉得就是它会，我觉得就是校园时期嘛，它真的挺甜的。然后包括我觉得还有那个我们还有好几场看烟花嘛，有一场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有一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学校在那个宿舍楼下是吧？对，宿舍楼下和那个祝你生日快乐那两场人生海海那个，对，人生海海那个开怀，因为就是两个阶段，就是歌嘉玲的两个阶段啊，一个是他就是开始慢慢去了解这个女孩，然后一个就是他真的就是觉得啊，这个女孩我想就是了解完之后，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不错。其实我觉得林佳哥对瑶妹儿是一个生理性靠近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说我想跟你解除婚约，然后再到后面真正遇到瑶妹儿的时候，是他知道，哎，石瑶这个人原来就是他看到了石瑶，
对，第一次见到石瑶，知道他他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娃娃亲的那个对象。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就从见的那个第一面，他开始有。你是颜狗吗？你觉得就是林佳哥是颜狗吗？他绝对是，对吧？他绝对是撞的那么一下，然后开始突然注意到，我靠，那个小黄丫头现在变得这么亭亭玉立，又漂亮，又破碎的。就一下就戳中他了，然后就发现慢慢了解的过程。我觉得其实对于林佳哥来说，最让打动他的点就是那场运动会就那场运动会，因为就是林佳哥他是大神嘛，其实他也是有一种慕强的心态在的，对，就是他也是喜欢一个，就是他在了解石瑶的时候，发现石瑶这个嘴啊，他说不过。他说不过石瑶，然后又发现他在那个运动会上，就是自己会有很多的表现啊，包括慢慢了解他这个人的过程。我觉得他是在运动会那场上对石瑶有一个明确的改观。对，因为石瑶，我觉得跟雨欣很像的一个点是都非常坚韧，就是我们觉得他可能。很难做到的比较辛苦的事，他们都能去做到。石瑶在剧里是跑了个5000米嘛，然后跑赢了。然后这一点也很像雨欣，就像他也比如说很累，他也能坚持去跑。你们今天就是夸我是吧？没有，然后被我们哄着在那里劈叉。真的，他一开始说不行，我劈不下了，然后我说好看，劈着他给我劈下去了。我的筋啊，你们都无法想象，我天哪，多少年没有去劈过叉了，就陆导就不断的在那里给我洗脑，你可以的。然后他劈下去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觉得你提到的就是运动会那个点，其实就是他很耀眼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他也是人物，就是你们本人跟角色的一个融合，这是我们在做后期，包括我看成片的时候，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就是他们身上有很多你们自己的那些非常美好的品质，然后融进去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故事它能流动起来，就是这样，就是石瑶，他就是又坚韧又努力又自强，然后呢也不事儿不干的那种人。轮到你了，石瑶。到我了。其实我是觉得，因为石瑶最初见到林佳哥的时候，就其实已经心动了，就是莫名的。颜狗是吧？又是一个颜狗。一见钟情是人间最大的浪漫。完事儿呢，后面本来是跟他打算解除婚约的，没想到又遇到了嘛。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是他给我送鸡蛋的那一次。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把我的坏情绪给到他，推开他，但他选择的还是愿意回来，就是很温柔，但是又不打扰你的那种，尊重你的，对，就是又暖，但是又很尊重你，而且尤其对瑶妹儿来说，她是很缺少这种温暖的，因为她妈妈也是推开她嘛，她其实觉得自己可能是个多余的。但是好像还是会被人珍视的，而且是不侵犯我的那种，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他只是陪着你，对，那场戏包括我今天还剪了一点点片段出来，就是我觉得他很好的一个点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他也在治愈你的一些受伤的地方，因为